非常荣幸啊，我们今天拿到的是 Y9000P 至尊版的 RTX 4080版本，搭配的 CPU 是 i9-13900HX， 标配 32G 5600兆内存以及 1T 的 4.0 固态。还有就是和普通版一样的2560×1600 240赫兹屏幕。至于它的首发价，其实在我写稿子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已经看完发布会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哈。那我估计这个版本应该是在1899附近。那总之不管定什么价格，我估计首发价依然是比较难抢购的，而且大概率也是68前的最低价今年游戏本都是这个首发策略，大家习惯就好。今年的 Y9000P 在外观上讨论度最大的当然还是这个全新的 logo 了。那以前那个 logo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法用了，有点可惜。而这个新 logo 最近说它像什么的都有，那有人说像广州地铁 logo， 也有人说像红旗掠夺者，而我觉得吧，它好像更像那条背带裤了。那当然，好不好看这个点还得看群众的眼睛。如果说原来的 logo 能够值85分的话，那么你会给这新 logo 打多少分呢？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 A 面总的看起来依然是拯救者家族的味道，可发光 logo， 但是不可调整亮度、颜色以及呼吸模式。而这个金属 A 面的刚性，我个人感觉甚至比上一代还要强了一点。而和上一代9000P 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转轴部分了。今年呢，他们又改回最早的纯平屁股了。说实话，改得好。那上一代那个确实有些臃肿了，那这下终于又可以180度开合了，平轴阻尼舒适，可单手开合，而且稳定性依然是第一梯队。接着来看键盘之前很多人猜测至尊版可能会上 RGB， 但是真机大家也看到了，依旧是纯白色的规格。虽然还是 1.5毫米的内线键盘，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明显今年的这个键盘弹性稍稍增强了一些。键盘排布方面没有变化，依旧是非常科学的。那我觉得这个布局再用个4-5年问题都不是很大。C 面的触摸板没有变化，包括万托处有点类肤质的塑料材质，依旧是比较耐脏的。接着咱们来说一下这个 C 面的不足吧。那首先，拯救者键盘侧方漏光这个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另外呢，我也发现今年9000P 的键盘稍稍比 C 面高了一点所以说长期使用之后会不会在屏幕上轻易的留下键盘印呢？这个还有待时间验证。屏幕方面，其实反而是至尊版最不值得拿出来单讲的因为拯救者的屏幕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价位下的前列。那继去年红米拿出 2K240 的面板之后，拯救者也是跟进了同样的规格。那不仅如此以前的老传统高亮屏这次也是有保留的。那 DC 调光8斗时的色深，屏幕的闪亮之间也不错。总之就是一块比较优秀、比较实用的游戏本 IPS 屏幕。那屏幕周围的边框与去年产品一致，有点可惜的是摄像头虽然有开关，但依然是 720P 的。相比起屏幕，其实我这次更感兴趣的是它的这个音响。那今年的至尊版的音响给到了哈曼的超线性双扬声器，具体的音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和 ROG 一个水平，甚至还要更好一点了。来到机器的接口部分，那我觉得这次的众矢之的应该就是 Y9000P 普通版没有雷电4这个问题了。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吧，因为对于这个级别的游戏本来说，雷电接口的用处其实就非常非常小了。我觉得联想应该是想用这个不痛不痒的点来划分至尊版还有普通版的定位。那总的来看至尊版有一个雷电4，一个 Type C， 足足4个 USB 3.0， 其中一个支持对外充电，一个千兆 RJ45 网口，一个 HDMI 2.1总之是够用的。顺带一提在这个出风口部分，至尊版的形状还有材质和普通版也不大一样至尊版的尾部有一些小颗粒，还有小斑点。由于至尊版的地壳是金属的原因，所以说它比普通版重了约150克。不过作为补偿这个至尊版的330瓦氮化镓适配器确实比普通版稍微小了一些。总的来说虽然9000P 在今年的屁股还有 logo 部分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今年的 Y9000P 至尊版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硬朗、商务且实用。至尊版和普通版的区别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相信更多人更在意的还是它们内部的不同。至尊版相比于普通版这次改为了成本更高的均热版的散热方案。那没有记错的话，这也应该是在 P 系列上首次用到一整块均热板加上液晶的方案了。那规格上全面向9000K 看齐，虽然在规格上看齐了 K 系列，但是今年的 Y9000P 至尊版的散热可比去年9000K 要强太多了。在默认的野兽模式下，双烤的功耗是65瓦加上150瓦，一共215瓦。而在你手动拉满的情况下 ，Y9000P 至尊版甚至可以做到81瓦加上175瓦，一共256瓦的功耗。
那这个还是没有电起来的，就这个温度啊，电起来之后上260瓦也不成问题。不过呢，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啊，拯救者在双烤的时候 CPU 的功耗是比较不稳定的，总是在和显卡抢电。另外，野兽模式以及手动模式下的单烤表现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手动模式的 CPU 稳定140瓦，而且这两个模式的显卡全部都可以跑到175瓦的满血功耗。不过代价就是野兽模式下的键盘温度比较高，而手动模式下噪音又比较吵，大概是58分贝。相对来说，这个噪音我是更加难以接受些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机器你到手之后，要么就开着默认的野兽模式玩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开启手动模式，再调整一下风扇曲线，从而均衡键盘温度以及噪音。由于 Y9000P 至尊版这个机器比较特殊啊，那为了尽量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所以说今天的性能测试有以下这些部分，包括了不同模式、不同适配器以及不同内存频率的对比，大家可以按需跳转。首先 i9-13900HX 这个 CPU 应该是今年高端游戏本的标配了，8+16的规格，比肩桌面端 i9， 轻松战个4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拯救者呢也是把这块 i9 处理器的功耗给足了。那我分别测试了一下野兽模式以及手动模式下全部拉满之后的表现。不过我发现在这个手动模式下，跑20的功耗几乎是稳定在130瓦上下的。那反而野兽模式下性能会更加激进一些，最高差不多有170瓦。这个我猜测应该是联想今年的这个 AI 引擎，它检测到 CPU 的负载突然占满之后就优先把功耗几乎都调给 CPU。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轮 Sentiment R10的成绩，野兽模式下的 Y9000P 明显要更高一些，而循环15轮稳定之后，野兽模式也是更高的只不过 i9-13900HX 这个 CPU 超过120瓦之后，它的提升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这点差距在日常使用中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的。那说到日常使用，咱们就来看一下负载比较低的 PCmark 10吧。在这个体现办公性能的场景里边，再次验证了咱们刚才那个结论，那就是 Y9000P 目前在野兽模式下的性能调教已经是非常成熟了。而这个手动的超能模式，其实更多的是用来开发一些玩法的。比如说这次的扩充中心就可以让你在某一个游戏里边定制专属的性能方案。比如说你玩 P 社游戏多一些的话，就可以偏重 CPU 一些。同时这一次它也新增了这个实时监控的功能。另外，在今年的评测里边，我们也加入了更加贴合国内用户的 Office 3件套测试，结论跟刚才是一样的。那当然了，买这种等级的游戏本肯定不能只用来办公，Adobe 3件套自然也要安排上。由于这里我们只有旷视1060 Super 的水冷数据，所以说作为纯风冷的机器 ，Y9000P 自然是要弱一些的。那最后是打锁的测试，同样的野兽模式也会更强些。所以我想结论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你有生产力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开启野兽模式就完全 OK 了这个调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相比于去年12代 HX 加上3080 Ti 产品，新品提升在2到4成左右。OK，CPU 部分的测试就是这样提升确实不小。那么游戏部分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针对这张 RTX 4080在野兽、手动以及手动超频的模式下进行简单的跑分。Time Spy 这3种模式均在19000到2万分之间。你可以看到，即使是超频，区别其实也不是很大。由于4080超出3080 Ti 和4070太多了，所以说对于今年预算在1万块以上的用户来说，自然是能上4080就上4080。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游戏测试吧。在 1080P 下，为了公平起见，所以旷视16 Super 和 Y9000P 至尊版我都是在不超频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的。那这个游戏性能的话，几乎是55开的，对比暗影8 Plus 的3080 Ti， 它的提升差不多也有4成以上。2K 分辨率的帧数大致如下。总之，今年游戏本上的次旗舰显卡4080应付目前的这些3A 大作，即使是不开启 DLSS 的情况下，2K 下保持60帧以上的流畅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我觉得游戏玩家依然只需要开启野兽模式即可。手动全部拉满的情况下，帧数的提升并不明显，温度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噪音普遍会高5到10分贝。另外，40系显卡独占的物理外挂 DLSS 3在这个机器上表现依旧是相当优秀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玩的游戏支持 DLSS 3的话，那么这张4080完全可以当做2块半3080 Ti 去用。来到2023年，各家游戏本在性能上其实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距了。这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看评测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所以说，相比起性能，我个人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个和 9000P 2023一起发布的140瓦 PD 头。毕竟原装的那个330瓦氮化镓只是从大砖头变成了小砖头而已，而想要真正的便携，还得靠这个小东西。
对比去年的135瓦 PD， 在功耗上的5瓦提升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140瓦不光体积没变，而且它的重量也从296克做到243克，足足轻了50克。而在性能上，140瓦 PD 下 Y9000P 至尊版可以跑到45加上55，一共95瓦的功耗。这个时候的整机功耗是125瓦，性能上比去年那款130瓦 PD 高了20瓦。两款适配器都是只能开到第2档的均衡模式，虽然高了20瓦，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策略还是不够激进。毕竟去年的135瓦 PD 配合9000X 就已经可以做到45加上65，也就是105瓦功耗。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这两个新的适配器能否用在去年的产品上呢？经过测试，虽然这个330瓦的大块头氮化镓无法识别，但是这个140瓦的 PD 是可以在9000X 2022上去使用的，性能释放依旧是105瓦。联想后期呢，肯定也会在官网更新这两款适配器支持的产品。到此为止，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直到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去年的135瓦 PD 包装内包含有 C 口还有联想专用方口2条线，而今年就只有一条 C to C 的线了。而当我把这个新的140瓦 PD 头和去年的方口线接到这台 Y9000P 至尊版上的时候，性能释放居然又能高出5瓦左右。即使只有区5瓦，可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今年不给方口线。言归正传啊，咱们来看一下140瓦的性能。首先，如果你有 CPU 部分非常高复杂应用，那么140瓦 PD 的削弱幅度可能会比较大，从1万多分直接跌到6000分。但即使如此啊，这个性能其实也能打平正常游戏本的 i5-1250H。同样负载不低的 Adobe 三件套也是如此，毕竟除了 CPU 以外，这些应用也要频繁调用读解。而负载比较低的 PCMark 10就好些了，除了数字内容创作以外，其他两项流畅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ffice 三件套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结论就是140瓦 PD 的性能完全足够正常办公，还有简单的创作需求。但是如果你要涉及到硬核的复杂剪辑以及建模等等的话，那么你就得做好效率打折的准备了。那另外也有一部分人想用这个140瓦 PD 玩游戏啊，所以我也帮大家测试了一下。那首先4离系显卡这边的能耗比相比13代酷睿肯定能好些，从170瓦掉到55瓦，它的跑分依然在1万分以上。在 2K 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大致如图啊，并且在这里我加入了暗影8 Pro 的3060版本作为参照。网游上的帧数虽然降幅明显，但是依旧是完全可以玩的。而在单机游戏上，你完全可以把这台140瓦 PD 的 Y9000P 至尊版当做一台正常的3060游戏本。其实 Y9000P 至尊版在140瓦 PD 下削弱比较狠是正常的，那毕竟原装适配器的功耗是它的2倍多。另外，在之前的动态里边有人问过我温度的问题啊，我也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双烤的时候140瓦 PD 大约是42度，而那个氮化镓的330瓦大约是51度啊，都算是比较安全的。最后呢，我还测试了一下把原装内存换成 DDR5 4800的效果，结果我发现这个游戏上差距真的非常小，甚至有的时候这个4800的帧数还会更高一些。拯救者对料的这个方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在现阶段游戏体验的短板暂时还不在内存频率上。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内部3大件的型号以及跑分。那么在电池这里 Y9000P 至尊版给到的是80瓦时的大小，续航时间呢我也测试了一下，在60赫兹以及如果你忘记切换刷新率的240赫兹下， PCMark 8续航在3到4个小时，属于没怎么优化的13代酷睿游戏本正常水平。OK， 那视频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内容吧。那总之啊，今年 G5000这个机器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啊，但是 Y9000P 至尊版发挥依旧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机器最大的惊喜自然是联想在 P 系列上也把功耗怼到了250瓦啊，直追隔壁家更大还有更重的 GT77还有 M18。那除此以外呢，虽然它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啊，也没有什么特别致命的毛病。9000P 这个系列自发布以来其实一直都是这么稳定的。那对于这种产品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啊？当然关键的还是要看拯救者这一次打算给到什么样的首发价以及日常价格。那就像之前有一个评论说的那样，大家看拯救者的发布会基本就是冲着价格去的，所以本期视频我也只能够给大家把这台机器的优点以及可能存在的对了，说到缺点啊，其实我这几天使用的时候最别扭的反而是广告的问题。前2年的拯救者虽然也有预装广告，但是数量其实也都还好。然而今年的第3方广告就有3个，其中2个都是我听都没听过的，包括他们联想自家的预装软件也比较臃肿。另外呢，联想也是最早的一批在桌面上就给到新手用户指南厂家，现在却放到了一个新手看不到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失去了本心吧。
等到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我也会在视频的评论区置顶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次首批的价格。而相比现在已经发布的这些产品，其实我更期待的是拯救者在今年能否有一些新的产品线，比如说很多家都在做的18寸大屏游戏本，名字我都帮联想想好了 Y9000P、Y9000P Ultra 这次都有了，那这不得来一个 Y9000P Plus 吗？另外还有一点既然今年 N 卡的能耗比这么优秀，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拯救者的14寸小钢炮呢？当然，如果这个机器真的发布的话，可能会抢到自家 Think、小新以及 Yoga 的热度所以说概率可能会低一些。总之，联想游戏本这个产品布局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没有变过，那稳，我觉得应该也稳够了吧？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新活，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本期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了。